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家博。在昨天进行的 LPL 职业联赛夏季赛的比赛中，对音 B 所在的 LNG 战队是被 NET 所在的 TS 战队轻松击败。第二局比赛仅仅用时不到25分钟就结束了，对音 B 的对位表现也是远远不如 NET 选手。比赛结束之后，对音 B 遭到了舆论反噬，因为输掉这一场，已经开始有观众清算对音 B 了。对音 B 是在 MSI 结束之后公开与 Faker 撕破脸皮，站在对立面的 LPL 选手多次在直播中暗示开团 Faker 在韩服有特权乱封账号。当时暗安基于 LPL 的赛区粉丝与 Faker 的粉丝矛盾非常大，各种舆论骂战层出不穷，对音 B 自然是成为了友军被善待。但实际上对音 B 的这种行为也属于是非常危险的类型，顺风输出越狠，输掉比赛后遭受舆论反噬的程度就越大，这属于是电竞圈不变的规律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电竞圈是不变的真理。只不过没想到对音 B 被清算的时间点早了一些，在2连败之后就已经开始布置会场攻击对音 B 了，对音 B 也因此获封新称号大 B 老师。对音 B 被攻击的点主要有3个，第一点就是单纯的开对音 B 太菜，还不如 Faker 被 NET 暴打，拿不出利桑卓，乌鸦卡牌没什么作用。第二点就是拿工具人小天开对音 B， 之前小天和对音 B 曾有过一次波比敲头事件，还有就是因为对音 B 粉丝喷过小天。第三点就是开对音 B 喜欢乱蹭热度，自己打的一般还天天在那儿跳。事实上对音 B 在电竞圈里面树敌还是比较多的，自带争议属性，除了 Faker 粉丝之外，还有很多粉丝对他不满，还有很多观众不喜欢他的直播风格，也对他没什么好感。因此在表现不好的时候，对音 B 会承受比较大的舆论压力。但其实对音 B 本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也没那么在乎，知道自己表现不好的情况下会被开，那就干脆再纯粹一点，反正树敌已经够多了，再多加一组也无所谓，等成绩不好的时候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点。以昨天 LNG 的表现来看，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对音 B 一定会替队友吸收更多的火力。如果大家都表现不好，那么对音 B 一定会是被骂得最惨的，卡牌没有节奏，用乌鸦打狐狸效果极差等等，这些问题会被放大。而其他方面，阵容选择不够合理，节奏点不足，临场发挥，上下路对线打不赢，被各种吃镀层，打野逛街，辅助不敢开团，团战细节稀烂等等，也是导致队伍输掉比赛的重要原因。LNG 目前来说是 LPL 赛区标准的伪强队，打弱队赢得不顺利，打强队很容易被干碎。以这样的趋势来看， LNG 或许能进入季后赛，但应该没办法进入世界赛了。关于对音 B 的问题，阿博认为对音 B 的实力确实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下滑，而且对音 B 的下滑很可能不止在个人能力方面，他的指挥能力和对局势的判断以及对细节的把控很可能也出现了退步。如此看来，对音 B 有可能成为第一个退役的 LPL 3大韩援中单。去年世界赛16强，对音 B 还能继续打，是因为他在联赛依然能打出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今年如果后面的夏季赛 LNG 或者说对音 B 没有太好的起色的话，对音 B 年底是有可能退役的。从舆论走向的角度来说，如果对音 B 表现一直不好，那么舆论评价就会一直倾向于是在攻击他或者说喷他。英雄联盟 LPL 夏季赛已经进行到了第4周的对决，在积分榜最后几名中，有个战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就是 BLG 战队。相比 WE、FPX 和 IG，BLG 在2022年可以说没少砸钱，引入刘青松、UZ 和 Bin， 甚至有消息说 BLG 向天价挖左手，结果被联盟叫停。然而强力选手凑了一队， BLG 却没有打出应有的成绩，春季季后赛未能突破，夏季赛更是迎来了耻辱连败。新上场的冷少反而成为了院长，让一众粉丝直呼失望，甚至就连 BLG 的大金主都彻底破防了。大家都知道 BLG 全称是 BLG 平安银行俱乐部，足以看出平安银行是 BLG 的大金主，论地位丝毫不输小电视。之前曾有人统计过 LPL 各支战队的赞助商情况，
BLG 的赞助商虽然不多，但都是超级大公司。用水友的话说，就是以质量取胜。背靠小电视和平安银行 ，BLG 自然不会差钱。买人方面，基本是能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选手都买回来了。不过在 BLG 输给 EDG 迎来耻辱连败后，赞助商却彻底破防。平安小裁娘发声表达不满，表示你们这样对得起我吗？对于赞助商亲自下场表达不满的场景，相信不少 LPL 观众都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大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平安小裁娘夏季赛发 UZI 相关动态，甚至比发 BLG 相关动态还要频繁。一些观众也认为平安方面是有点对 BLG 战队失望了，毕竟成绩实在有点拿不出手。UZI 在夏季赛开打之前官宣了离队，已经在小电视当上了全职主播。除了玩游戏之外，还经常在2台解说 LPL 焦点比赛，流量和热度非常高，大有成为平台一哥的态势。在很多 LPL 观众看来， UZI 提前离队或许真的明智，因为目前的 BLG 彻底陷入了低谷。冷少回归之后，虽然也有亮眼的表现，但队伍整体实力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Bin 和 Doggo 也经常没有声音，就连开赛之初表现稳定的刘青松都开始不稳定了。如果 UZI 还在队中的话，加上冷少这个经验丰富的中单， BLG 或许能打出比现在更好的表现。春季赛 UZI 登场次数不多，但数据很华丽。抛开带来的热度不谈， UZI 登场后 BLG 打得更有观赏性，队内气氛也不错。如今呼吸哥和 UZI 都已经离队， BLG 仿佛也没有一个绝对核心，缺少一位能在关键时刻指挥大火的选手，这或许也是 BLG 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论买人力度， BLG 在 LPL 战队中绝对算是独一档，但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那就是从 LPL 创办开始，大手笔买人并且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战队并不多。除了当年的 EDG 之外，几乎没有只靠引入明星选手就彻底完成逆袭的队伍。而 BLG 论选手配置，明显具有 LPL 前6的实力，结果夏季赛却一直一路连败到排名倒数，赞助商破防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对于 BLG 而言，如果及时调整的话，那么夏季赛解锁季后赛门票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连季后赛都没有进入的话，那么 BLG 来年很可能会进行重组，或者对教练组成员进行变动。那么最后问题来了，大家如何看待目前的 BLG 呢？